给你配狗头回我，给你配那个异常空间配个那个加速轨道呗，就是能旗舰以下吨位跳。这个其实一般来说啊，其实现在啊，我说现在实际的情况，大家经常在大团里面待过，应该都知道啊，有很多地其实是空着的。我们去年其实好像画了个饼啊，NPC 工程舰队，攻了一半，最后也确實攻了，但是沒有攻到全宇宙，只有瀏覽有。那我們今年應該大概率是能把這個真正的再優化一下，然後推廣到全宇宙的。那沒理由說這個天使天天你欺負他，他不能就偷襲你一下你的基地，對吧？如果你的一塊地常年沒有人耕地，你又占着，那可能 NPC 是會去攻城的。那可能玩法可能跟薩拉這個比較像啊，但是觸發時機不太一樣。那 NPC 是，至少我們目前想的，就之前已經有的文檔在設計的東西呢，是他會去偷襲你占了，但是呢卻沒有人耕地的那個地方。有個人花錢專門來罵我們一句。傻逼策劃，罵得好，好，謝謝大哥，謝謝大哥。但還是那句話，就是彈幕可以不一定要花太多錢啊，就是正常說我們都會看的，都會看的。不用花錢這種奇怪的這個更雖然他更雖然大哥有錢，對，但謝謝了。看我們剛才回的什麼跳巨叉這種，其實都是普通的裡面的都會的，啊，都會回復的。怎麼說？我們繼續翻一下頁。來，我們看一下。T3傳奇。是啥呀？這個是這個是今年一定會外放的其中一個納米核心的外觀，就是先。我操！你這不是提前多久泄露了？這他媽什麼？這個，因為沒有什麼太多新的內容嘛，就這個。美術實在忍不住，一定要把它放出來。實在忍不住，還有一些別的，然後被我摁住了，不敢說。對這個皮膚有個特別強的特徵能力是吧？啊。對，但是我們知道，不能跟你們說。是的。反正大概長這個樣子，你們可以想一下吧。這個好看嗎？比落雪好看，他們說。對，科蘇魯核心，海盜科蘇魯。發糖。哎，你們誰看過科蘇魯？科蘇魯還挺有意思的。看過呀，還挺多遊戲是科蘇魯。繼續唄，繼續下一頁。下頁就是要抽獎，先抽了再說。我們要因為抽獎要 CD 好了就抽。滄海紛擾。我們抽完這個獎，聊一下那個納米核心集成唄。好。那我們抽獎時候就回顧一下彈幕了，然後聊集成。可以。不是我們這個抽獎花的這個人氣票是對，是官方的搶。是我們官方號的錢，必須要一塊錢一次，我用的最便宜的。最便宜要1塊錢。那貴的有什麼不同？就是人氣票數量，你自己定價格。最低要1塊嗎？對，還行吧，還行。什麼？這個你自己定的價格是你自己給嗎？對，是這個賬號裡面的錢送給玩家。就是有2個人，一人會抽5毛錢，但只是我們為了抽獎的這個機制。我懂了，用進去。經費在燃燒。對。發起。抽完了，後面還有沒有？我偷偷瞄一眼。我抽一個。後面好像還有。你還抽一個。我抽一個，我怎麼就不能抽了呢？我也可以抽。你抽到了，抽中了怎麼辦？我有玩家身份，我。萬一你抽中了怎麼辦？抽中了怎麼辦？抽出來我拿2個再送出去。明天上那個廉政通報。可以。小狗頭說，如果他抽中了，他再發2個。後面還有好幾個獎勵吧。可以。這個就是個屁話。這個 PPT 怎麼？廢話 PPT。這一鍵3連是不是 ？Q&A 環節，那我們開始聊集成，好吧？可以啊，聊一下集成唄。我先簡單說一下集成這個事情是怎麼來。我也知道，就是肯定大部分玩家都覺得啊，這個不是有點挖坑了嗎？但實際上情況是這樣的，就是從我身邊的玩家也找我聊過，說啊，我的東西沒有什麼收益了。然後鑽總昨天也說了，我有2萬塊錢，我去買個馬甲號，收益比啥都高。這其實體現了馬甲號的問題，我們不說嘛，就體現了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遊戲的數值其實平心而論是確實是比較小數值遊戲，就是數值其實並不多，是比較容易養滿的，而且我們之前投放投的也相對
不是那麼的克制吧，就是正常投正常玩，保證近期的體驗。所以我们纳米核心这個坑呢，對於新來的玩家，你剛注冊玩，或者玩的時間並不長，或者是你的很多個小號，這個數值還是就這個等級是還沒養滿的。但是對於很多玩的時間比較長的玩家，以及或者說玩的比較乾的比較厲害的玩家，或者說是有付費的玩家，其實納米核心很快就已經沒有追求了。我們每次出一個新的核心，就顯得比較尷尬了。我出一個新的核心，我已經有一個6級的核心了，我又出一個新的核心，我繼承過來能玩，那我老那個核心放在那沒有什麼用。解析，對該解析的解析又解析了，是不是？玩家比較賞臉的就是買幾個，每一個都玩一玩，玩一玩放倉庫裡吃灰，或者是解析來幹成晶核。我認識了一個大哥，倉庫裡有幾十種不同型號的納米核心堆在那兒，沒事兒幹。我也有。對，是都會有。就是我們出這個也一方面嘛，一方面是有一些新的追求，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覺得就是核心每次出一個新的核心，我們都會想很久，我這個新的核心要做什麼功能，因為那個核心它才會好玩。我們一個核心一共就副詞條6條，然後主模式一個，其實設計空間是比較少的。就我要能通過一個核心玩出新的感覺，玩到新的體驗，其實它的就是設計難度很大。最後玩家就會說啊，你這個核心這個模式挺好，但它數值太差了，如果你數值不膨脹，我就不玩。就是這也是一個比較尷尬的地方。我們也知道，就是核心不應該慢慢的膨脹，這個是不怎麼好的。所以說出一個系統，讓手上的老的數值能夠繼續發揮作用，這個我覺得也是一個比較合理的思路吧。還有嗎？集成你們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集成簡單介紹一下那個體系是怎麼運行的。它不是說像什麼熔煉一樣要銷毀你核心啊，不會。就是你們可以參考一下那個改裝件集成，就你的核心自己也是一個那個改裝件的集成差，它自己又是核心又是集成差，然後它自己的那個晶核養成啊，什麼屬性養成全部都在，不會被什麼吃掉，也不會怎麼樣。然後它升級到不同的那個词条屬性的時候，会開放不同類型的那個集成插槽，讓你把其他的跟它同噸位的核心放上去。好，什麼叫不同類型的？就是它可以分成什麼攻擊型、防禦型、攻速度型，還有電子戰型。你把你的那個核心插到它的那個不同類型上時，它會檢索你副詞條時裡面滿足這個類型的屬性去衰減一定比例之後生效。比如說你插到那個電子戰型號上，電子戰那個插槽上，它會檢索你這個核心上所有的電子戰屬性，然後進行一點什麼，比如說80%、70%的，乘以0.8乘以0.7，也就衰減20%、30%，然後把它直接生效在你這個那個核心上。相對於你這2個核心的有用屬性都會生效，然後還會開放一個可以集成模式的那個集成槽，就是你比如說我有一個星辰之音，我想用一個游龍，我有一個游龍核心，但是我想用它模式，我放在倉庫裡，我切換又很難受，我又懶得去養成，怎麼辦呢？我就把星辰之音等級養到一定程度，會開放你一個集成模式的那個槽位，然後你可以把這個游龍的核心放在那個槽位上之後，你就有2個模式。然後有玩家說到就是我們現在出集成，然後之前解析過的核心會有一些損失。我們覺得這確實是一個問題啊，就是因為以前在沒有這個系統以前去解析，相對來說肯定是虧的。但實際上如果反過來想，因為我們哪怕開了集成，然後你去解析出來的詞條，它的價值其實是沒有下降的，它只是說我可以現在用另外一個核心來集成，然後你在同時擁有集成的同時，你舊的那個射速加成其實還在的嘛。這個你要不要解釋？這已經解釋了。對，就是同一個問題。對，你那個晶核的那個效果還是還在的。
哎，這天元时刻的結果出来了。因為晶核跟基礎屬性是2個完全不同的體系，它的那個價值也完全不一樣。嗯。然后看玩家要考慮，如果說2個那個碎星，2個模式這麼強，會不會就死不掉了？肯定會做。這個讀 PPT 的，我們來把我們放大一點給他。肯定會做限制。就你2個模式是不能一起開的，開其中一個的時候不能開第2個，而且你2個相同模式的時候，我們會在中間加一個公共 CD， 防止你立即接上时间变成双倍效果。嗯。哎，那个刀工料理啊，大佬是不是送钱了呀？这个特效怎么没闪呢？刀工料理，你看他我们把排行榜发现没？哦，对哈，这个直播间都没有提示了。我说怎么这么多玩家私聊我说。我们把那个送钱的放在后面没看着。不太在这儿，这个界面太小了，看不到那么多东西。我们主要是看大家发了什么信息。因为你看，你发现他排第1，但是对送礼物看不太到的这个。这可能这个。然後還說一下，不熟悉啊。你說我集成完了之後，我發現我這個不強，然後有玩家的方案比我強，那我要怎麼辦呢？你可以把它拆下來啊，這個也是允許的。你說你集成的不滿意，你可以把你集成的拆下來，然後你重新選一個你滿意的放上去。這個看不到。然後玩家擔心這個數值平衡性的問題，我們在這次外放的時候會相對保守一些，除了集成模式之外，可能只會允許激活那個電子戰和防禦的那個屬性。在觀察玩家的那個數據之後，來進行一些平衡性調整和後續的那個外開放計劃，要不要開放攻擊型或者開放更多的電子戰之類的。有玩家問不同船的類型、不同噸位、不同勢力能不能集成？你一定要同噸位，也就是戰列一定要放戰列，但是你可以不同型號。你比如說我之前玩馬克瑞，我後來玩巴蓋斯，那我馬克瑞那個核心能不能放在巴蓋斯上呢？也是可以的，可以的。但是我們會鼓勵玩家用同型號和同系列，比如說我放6個潮音雨夜，我放6個那個貓核心，那我們會給你一點額外的加成，就類似於那個連攜屬性獎勵。OK， 然後還有玩家提到就是核心集成核心交易的問題。六個是我舉的例子啊，不一定真是6個。對，就是有玩家提那個核心交易，其實我之前就個人是比較希望就是核心能集成的，不過這上面還是有一些壓力的。就是集成核心交易會有什麼問題呢？第一就是我們現在核心的產出會有一些小問題，就例如說我們第1級的核心可以玩高級核。那6個就二游玩多了，一說就6個命中。你玩哪個二游？6個。你玩哪個二游？你玩哪個二游？看看你是哪個朝代的。那實際上應該是低於6個的，對吧？對。然後需不需要像集成改裝艦一樣，比如說什麼3項什麼4個4倍5倍6倍的這種？不會，就是一個就是一個，不會說什麼吞7個變1個，不會。這也是玩家發，就是說會不會像集成改裝艦一樣，什麼4個才能當1個用？你看這個老哥有點 M。不是，他不是 M， 這個是導演啊，劇本老哥。我想開一個特殊的誘導，讓針對有更高的概率針到我臉上。玩家為什麼不能集成戰鬥型核心？這個是有計劃在後續外放的，主要是在第1次上線這種新的數值成長深度之後，我們會比較保守，防止出現一些我們控制不了的情況。其實不用太擔心嘛，我們對數值投放其實都比較保守，不會說太激進或者說膨脹得太厲害。然後有個玩家，我覺得他說的是有道理的，就是你開集成了，其實對新手很不友好嘛。其實我們遊戲新手最大的問題就還是因為一個服新手都是從0開始，然後要追是很難的，就是我們遊戲運營的時間越長，新手要追上是越難的，所以要解決新手問題，唯一的方法就是讓新手成長得快一點。然後他是通過一個新的玩法，一個什麼T10直升禮包，現在已經有了。
我通过一個前期的玩法更容易玩，然後能夠獲得技能點，能夠快速成型，獲得一些打月卡的艦船，這個也是我們計劃內的東西，就是讓新手能夠更快的在科技等級，在船，然後在納米核心上面都能快點成型。当然，這最後還是那個問題，我們還是要避免有人利用這個去搞低成本的腳本號啊，或者是什麼小號之類的，這個也是要做的。但後面的那個怎麼去做，我們還沒有完全想明白。不同的分支可以購買技能，然後還有說開新服的，就開新服這個，我對於新一店來說開新服，我們目前的態度是，不是一個太好的選擇。你說它能不能在前期有一個很有活力的環境吧？其實是有的，因為那個時候大家都在同一個起跑線，然後技巧跟組織能力很重要，能夠玩起來確實是的。但是它的結果就是最後2個服務器的人在兩邊，然後他們很想在一起打，到後面誰都想合，但是他又合不起来，因為你的主权在一台服，我的主权在一台服，我們2個甚至是重合了，就沒法打，所以到最後一定会造成分流的局面的。对游戏目前來看，應該不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月卡逆天價格咋辦？那就打腳本呀，就是月卡那麼貴是為什麼 SK 產出那麼多呢？我也不知道呀，就是我知道我也不能告訴你明說是怎麼來的呀，就是被刷出來的。然后有一些就關於這個月卡價格的可以透露一下啊，就是說黃幣這麼多嘛，幾大最重要的就是第一呢是保險年禮包，600黃幣的保險年禮包其實佔比相當高啊，因為太划算了。然後我們今年可能會把它改成月度的，就是不會有那麼多說，哎，你必須要買4個月的保險年，每個月都要買4個月的。那這樣其實你就其他的侵占的其他3個玩家來購買的這個，就是會提高他們的購買價格，那可能會優化這個。當然也不能說直接，哎，我們就把保險點降低了，那玩家又要說什麼氪金紅幣去保險，那也不好。所以我們可能會配套一起做，讓保險就是更容易，然後会加大 ISK 和基礎礦的回收啊，就是說在保險這個玩法裡面去融入 ISK 跟更多的 ISK 跟基礎礦的回收，然後才會一起去改這個東西。還有說那個新手直升禮包不如買號怎麼辦？我當時特意說了，我們出那個禮包不能影響玩家賣 T10號呀，就是如果那個禮包太便宜，那手裡面拿着很多 T10號的玩家不就虧了嗎？就是我這個價格當然後面還有調的空間。但是肯定不是說一上來就要把 T10號的價格給幹到很低，是不是？這個也是不符合物價要緩慢改變的這個規則的。玩家問一折箱子什麼時候上架？下次維護吧。2月4號，2月5號被過付。然後又有一條，這次活動可以添加元帥旗艦船抽獎箱子嗎？應該是沒有抽船吧？這是。後面可能會有，就今天在現在肯定沒有，後續的這個就春節3階段好像不確定，3階段應該是有的，因為這是那個活動組的人做的，那個請假沒來啊，然後也沒有問他細節啊，可能後面應該是有的。新服不開建築和主權，然後玩數天就合入主服，你說的是不是叫近海？他們可能說的是10日服。10日服這個概念我們也有學過嘛，就是最近都有很多學習的資料給我們發過來，我們都有看。我覺得10日服那個理念還是很先進的，也是我們值得學習的。就是它賽季早年做的時候，雖然跟10日服做的不一樣，但賽季本身的很多理念跟10日服是類似的，就那個近海遠征。对，不過最後我們現在對那邊的維護其實沒有太多投入吧，就是還是常規的，把它當做新一店的玩家覺得我確實想多一點遊戲內容去兩邊一起玩，而不會說專門去有人去玩近海遠征，然後長期玩，然後一直玩，然後都有玩的內容。我们现在是可能是沒辦法很好的保障這一點。然後我看有玩家說那個把季域限制放開的這個，這個我們不會放開啊，因為大家都知道現在 AI 特別強，有一些腳本都強到離譜，然後放開的話只會擠占正常玩家的這個收益。那如果說玩家8小時季域，對吧？或者說5個小時 AI 掛完了怎麼辦？其實可以去打一些實驗室啊，就慢一點打，或者說去接其他
其他大佬發的那些，就我們不是新做了合作任務嘛，或者說去打一下警啊、特異啊、高檢啊，這些都是可以的啊。机遇肯定不會放開了，就說50以上200、300不可能。对，还有一个说声明之境改的方向是什么？其实有2个系统，我们之前也提过，有2个系统其实是很有潛力的，一個是聲明之境，這個入口不一定聲明之境的投放啊，以及是4個人主本，而是聲明之境這種封閉環境的 PVE， 我們後面會去做。然後現在的改動是，不是有很多限制嘛，要打很多次，然後還會有什麼要打完前一個本，然後才能打後一個本。我們其實最終的目的是為了讓簡單的跟難的分得比較明確一點，就是我能夠通過簡單的玩法去了解每一個大秘境的本的玩法，然後難的那個本也就只有一個難度，你去玩過了就 OK 了，就大概是往簡化跟平衡的這2個思路去做吧。平衡就是不同的本，他們之間的難度跟參與率差異是非常大的，我們會從這個角度出發去調整一下每個本的難度，然後後面再去出，我們會在裡面出一些可能不同噸位的本，然後不同人數的本，然後去提供更多元化的體驗。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很有可塑性的系統，就是模擬戰雖然就是但可能更多的我們還是會先優先在軍團聯賽軍團對抗賽這個體系去做，然後模擬戰那個可能會在軍團聯賽我們認為它打磨的差不多了，然後再去裡面去補充更多的競技項玩法，當然也是先從純局內樂趣，然後慢慢再推向有一些外觀獎勵，然後最後才到可能會有實際的個人或者小隊的獎勵，往那個方向去走。今年過年有送西點嗎？我看到有人問。剛才說過了，有送的。啊。然後隨機屬性也刷的比較多了，剛才就提了一嘴，我們會跟那個比突觸的隨機屬性稍微多一些啊，稍微多一點點，但是隨機屬性也是比較容易獲得的。出版應該是我不太記得了，好像是定在那個剛才說過 PVPA 和那個衍生14，就12到14的這些裝備。那外網現在玩家手裡已經有的也不用擔心啊，就是說已經有的裝備肯定會給一個辦法，就是也不花什麼錢，比如說那一點點 ISK，直接就能免費獲得，就是說已經直接就獲得一些那個隨機屬性。然後新的，然後就是說玩家在逆向的時候就直接獲得，就是說剛才說的那個手段只是說對，外網已經有的這麼多裝備，那不能把它廢了嘛，對不對？就是說能夠直接免費獲得，其他的也不用花錢啊，就是原來你逆向能夠獲得，比如說用那個衍生11逆向12的時候，那新的改完之後，它就會在這個時候就自動的就會去獲得隨機屬性，不用你說額外的，哎呀我再砸個21 ISK 什麼3態，這個都不需要的啊。但是有沒有說，我這個造出來了這個屬性不好，然後我想要好要好的，有沒有能花 ISK 洗的呢？這個是有可能有的，但是深度不會很深啊，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的裝備其實更多是一種消耗品，不會說讓你砸什麼幾千億幾萬億就為了洗一個什麼衍生14的裝備啊，不會是這樣的，主要都是說我們是強化，回到剛才那個主題，讓現在的這些衍生12、14這麼貴的裝備，然後讓他們的屬性這些價值能夠就比較吻合，然後同時也增加我們的這個 build 裡面的一些玩法，配裝時候更有意思一點。我要問協議核心會不會重新上架？那剛才說過了，會的。熱磁黑光就是協議。SC 是啥意思？對 ，SC 是什麼意思？老劉很想支持一下，但是我們真的做的垃圾。只能給個 SC 的意思。說你花100塊錢講一句我們聽不懂的話，真會有手冊。是嗎？應該是手冊吧。這手冊也是親兄弟，好吧？也是義父，都是義父。我猜的啊，我也不知道。如果萬一不是手冊就尷尬了。就當是手冊，就當是手冊。好，我們接着把後面還有點講抽一抽。過年送核心嗎？是不是有？我記得有一個。好像有吧，簽到裡面的。有個。還有嗎？有。山海集，紛擾之翼。哇塞！又抽了。
对，抽一个。来，我们是不是今天比较重磅的抽奖？对，大奖都抽完了，每个5个大奖好像。有一个只抽一个吗？每个抽2个。哦。然后我看那个問大突什麼新飛機的這個，什麼大突有沒有加強的，還有說什麼破解包的，看到一個奇怪的什麼脈衝波的，說給大突的，啊，這個是以前測試裝備啊，然後就不多說了。就如果我們覺得大突的強度需要這個裝備的時候，我們就可能給。那如果其他噸位，比如說無畏什麼航母需要，我們也可能給啊。這個測試裝備不作數。另外，大突現在為什麼沒有高級艦載機？那是因為大突已經太強了，尤其是防禦都強得沒邊了。然後如果再加強，那底下都沒得玩了嘛。大突比較尷尬，反正我這玩家的是非常極端，有的玩家說大突很垃圾。那還有人說，就這個刷屏那個玩家刷屏那個反饋裡面都有說大突強離譜和垃圾離譜的都有。對，就是這種很集中的討論確實是會有，就最後還是可能不是以就是我在開大突的玩家確實被殺過，覺得或者在 PVE 裡面輸過，然後會覺得他不夠強，然後也有人跟大突對打過，覺得他實在是太強，根本打不動。這兩種感受都是真實的，我們都知道，但沒有反對任何一種意見，但最終他是不是太強，還是得看就是他用他的人的數量有沒有緩慢的變多，然後或者說我用完它之後還會不會繼續用它，這些數據去體現出來。然後今年其實去年包括年中和下半年有幾次我們會對不管是後勤啊還是遙修還是甲船，就是會有非常直接的去提升它的這個作戰性能，尤其是血量啊。今年我們也會，比去年幅度更大，覆蓋的船更多，我們會直接去，通過多種方式，包括但不限於說什麼新裝備啊，還有那個什麼高級改裝啊，四大帝國也有高級改裝啊，就什麼艾瑪護衛艦、什麼核心系統強化這種都會有，然後今年也都會出，然後。除了這些裝備以外，我們也會直接從屬性，就是偏性調整的那種，直接把它的，比如說血量加20%這種，我們會首先提升常規，讓常規跟旗艦在一塊打。當然，這個旗艦，也不是說一定是說就一定是把這個旗艦往下按啊，讓什麼寶強繼續能夠去打小尼，也不是。小尼我們其實也知道，它的戰鬥力現在有點弱啊，也太農具了。它其實也在我們的這個強化計劃內啊，就是。普通的小航，因為也知道我們現在這個遊戲已經發展很多年，然後還是單服的機制，然後玩家的火力提升了無數倍，那打錢能力啊，單位時間的賺錢能力其實都提升了無數倍，火力都無數倍，但防禦其實提升是很少的，所以我們今年會對這些比較弱、容易被秒掉的船，就是通過多種方式去 buff， 那這些都 buff 的 OK 了，我們覺得還不錯，或者說。至少比現在的表現要好很多的時候，那我們肯定也會推出大突的新的這個各種功能型艦載機啊，甚至包括一些這種就是 AOE 球形的這種攔截的這種特殊的艦載機，就輕量化啊都會有啊。功能其實都是很簡單，現在沒開放，就是因為我們內部是有這個戰鬥模擬測試的，我們覺得真的太強了，不是玩家反饋說強啊，我們測起來太強了，不能給，那給了之後那可能。僅有的這麼多的大航大突的玩家，那讓其他的什麼戰列啊、巡洋啊、什麼護衛驅逐啊都沒得玩了啊！我們也是希望提供一個稍微公平一點，還能一起玩的一個環境啊，是因為這個原因。又學到了，玩家說 SC 就是這條彈幕本身，就是 Super Chat。哦 ，Super Chat，OK，那也感謝，今天就是Super Chat 還有普通彈幕的玩家都感謝你們。然後有一條說，叫我們的那個。核心集成能不能叫突擊航跟普通小航能不能集成？不能 ，OK， 不能是不同噸位。哦，突擊航是一個獨立的噸位，是不是？我們在設計的時候，或者說突擊突擊航是小旗艦的噸位。它是旗艦噸位，不是超級旗艦噸位，是不是？它的定義是兩個嘛，有大突有小突。然後我看有一個玩家立即就對說我們想加強小航提出反駁意見啊。加強小航你還取消500之外免費打 NPC 不還手，
那这是兩碼事啊！你覺得 NPC 跟傻子連炕都不開，合理嗎？好玩嗎？遊戲不是說對吧？你這個太無腦了，這那麼多玩家都吐槽。就是就 PVE 我們改了之後，你知道收到的最多的反饋是什麼嗎？這東西怎麼到現在才改？就是 PVE 還是要有，就是 PVE 的本質的本源。一開始我之所以去玩 PVE，都是因為有挑戰，然後我挑戰越來越難，然後才好玩。如果就是到了後期，當然很難避免，就是一個 PVE 我打膩了，我才追求我越快打它越好，是不是？但那個時候玩多了，其實就確實會疲憊的，就反而不好了。對，然後遊戲是用來玩的，不是用來500之外無限刷錢，在那純為了刷錢。我們應該設幾個按鈕，一點就開始給 SK。對，有玩家建議呢，你們下一個核心模式就是點一下直接發錢。我們會設計花錢的，不會設計發錢的。這個天選又出來了。花錢其實是個好事啊，就很多玩家會覺得，哎，花錢是不是？我說的是 SK 啊，就是花錢是不是一個不好的？所以其實不是嘛，就是就是這個是我 SK 產出，然後 SK 回收，然後這兩個東西平衡的時候，黃幣的價格才會相對穩定嘛，大概是這個思路。就是我們其實做很多，就是有時候我們去增加 SK 投放，有時候去回收 SK，增加它的回收，這兩個它的目的其實都是一樣的。我看到這個叫小博加油的玩家說啊，我問了20遍了，統合部無畏啥時候出？我剛剛也看到很多。統合部的科技太強了，他現在真的不太需要無畏，不太需要，真的。當然如果以後大突或者說我們假設泰坦啊，真出來了，需要一條這個比較厲害的統合部無畏去跟它抗衡的，那就有可能出。只是現在不太需要，統合部的元帥足夠強大，能夠應對絕大部分情況。其實還有不止一個玩家提到辛巴那邊的玩法有沒有規劃，其實我必須承認我們最近想的內容有點多，辛巴那邊確實關注的還不太夠，回頭我們再商量一下辛巴那邊要不要再去觀察。辛巴那邊主要的情況是。你說它很熱門吧，但也沒有那麼多的反饋，或者說有很多就是數據表現我們要去說覺得要有異常要去處理的。但你說它沒人玩吧，其實辛巴那邊一直都有人在玩，甚至有的時候會在某一些時間段會有的人去控场，這些情況都有。然後正好這個有個玩家什麼白字說把祖荒傳給玩家。辛巴其實本來它是能調結構的，後來去掉了，但市場還沒去掉。其實玩家要細心會發現市場裡面有祖荒者結構，祖荒者整個艦船其實是能給玩家開的，功能上都是 OK 的，只是說我們沒有為它設計特色，就無聊嘛。那你開了個就空船嘛，外形沒有意思。在我們遊戲裡面恆星都可以開啊。那核心恆星恆星啊。然後我們就是說，會先把烟雾船的這條線繼續去完善，包括各大勢力船，還有帝國的這個高級改裝、特色強化，都去把它完善之後，才會去再開新的一條線。不然你煙菌也沒做好，還不夠有意思，連植物體都還沒有，又挖個新坑，那不就無限烙餅嗎？都半生不熟的，不好吃嘛，對不對？所以我們會，反正今年肯定會先把煙菌的植物體啊這些都給拿上來。包括更多的一些特色烟菌科技的裝備啊，其實大家也可以看到，我們最近，就在去年下半年吧，把整個烟菌跳已經完全普及了。然後烟菌本身自己就是有一些加成，其他人其實還是相对比较容易獲得烟菌跳的能力的。我們也會繼續加這個煙菌跳的能力啊，就是讓玩家更容易獲得這個技能。因為我自己實際用起來還是挺好用的啊。当然可能年齡會受限一些，必須有這個跳躍波的加成才比較好用。未來會不會放開一些更多的這個跳躍波類似的加成，這個再說啊。因為這個真的很強，還挺好用的。有玩家說，就是那個封禁的名單有沒有必要公布？封禁名單說實話沒有什麼太大的必要公布啊，因為我們的客服每個周，他其實都在封了大量的那些低級號。那低級號封了也沒有意思，就什麼對是就是一看全是那個系統名字，就好像我們自己創建在那封了給玩家求功勞似的。對，不是啊，就實際上我們可能因為創號，因為免費遊戲，然後又是手機，然後模擬器開也成本其實也很低嘛。就是如果真的要去公布那個封號的名單，你會看到一排都是隨機名字，可能幾千個，沒有什麼信息量，你也没有辦法在裡面找到
你舉報過的那個人其實是挺難找得到的，就是非常非常的長，因為他不是真實的用戶嘛，不是人类用戶嘛，所以說没有什麼信息量。因为我刚刚看到有一条，完了，一條藍色的剛剛消失了。你往上可以帮你點一下。我手機能看。哦，他說軍團 PVE 副本有計劃嗎？軍團級別的 PVE 副本，如果我們會更傾向於，如果是封閉環境、限定噸位，會往這個方向去做。我們這次新的聯賽有一個海選，就是用軍團 PVE 副本來做的測試。對，就你得火力達標，才能經過海選。正好也可以用來測一下軍團 PVE 這個功能的拓展性。是的。哦，又過了一條藍色。小尼的新模型。小尼新模型我們沒有說。是沒有，是以前是不是上次直播有放過那個小尼模型？我們是改過，就是有一個艦船模型改造，當時有一個美術在做的一個長期的優化。我沒有什麼印象。就是整個小尼的那個模型變得非常非常的精細。有這個規劃。有這個做，但可能目前產出的速度沒有那麼快，沒有我們想象當中很快能把就是不同的船的模型都覆蓋完，所以可能我們只是能湊幾條，然後放一次，大概是這個節奏。老牛說近海那邊一堆腳本，回頭大口頭幫忙跟運營那邊回頭找反外掛他們給聯繫一下。我們反外掛確實可能對近海專門的腳本打擊還沒有像主宇宙這邊那麼成熟，他們的工具都是慢慢建立起來的，可能還有比較大的提升空間。老劉還在玩近海嗎？他應該還在玩近。近海王。近海。唉，老劉啊，老刘。东联一家独大怎麼解決？啊，這個我看了也刷了很多玩家關注啊。這個其實剛才討論好幾遍了啊。就是這個。很難，我們不可能下場說，哎，我要把东聯解散了，因為你一家獨大，這個我們不可能的啊。是的。然後這個是玩家自己本身層面的，就是玩法嘛，最主要的遊戲的核心玩法。比如說，我最近就看到一些那個玩家發的帖子，說他們要脫離這個，不管是東聯還是什麼 UT 之類的，說他們要自己玩，這個就是玩家本身之間的。那我們能做的是什麼呢？那反垄斷肯定是一直持續的主題，我們會盡可能。就是說，讓我中小团，哎，那個今天或者說最近有玩家發那個叫什麼裝備來的，就是建築用的10個主權以下那個玩意兒，建築會戰能源陣列啊，還有建築損控，就是我們會出更多的類似的裝備，包括我們去年做的整個的附屬建築集成，就是模塊化集成啊，然後它都是為了其實都是為了去保障中小团的利益，我們讓中小团它有可能。在脫離了這種大團的體系下，它有可能能活下去。我沒有地怎麼辦？我去迪安，我照樣能刷，我照樣能活下去。我去古南，我去劉南，我都能活下去。就是我們今年的主題還是會說，盡可能給中小團提供一些更容易活下去、更容易賺錢、更容易造船的一些途徑。但我們不會說直接把什麼海外的把 IOA 直接給強制解散了，強制什麼。跟什麼東聯的負責人私下聊天你們必須給我解散，或者說不能怎麼樣，我們不會做這種事情，只能說遊戲玩法保護中小團，給他們加福利，給他們這個加一些保護，然後同時我們也會說，開一些更高級別的這個科技的軍團，讓軍團，假設這個軍團有意願脫離聯盟，然後這些高級的科技也能輔助他們的這個，不管是保護自己還是說什麼獲得工業生產能力都會更容易一點。不會反正就從這種側面的一個手段吧，然後另外限制聯盟也是就限制壟斷也是我們的，就再強調一下還是我們的主題。我們去年年初吧，2月份、4月份大概2次，對那個聯盟藍、聯盟紅這個東西做了改動，後來因為各種各樣的事情耽擱了，就沒有繼續。那今年我們農曆年後我們會繼續拿起來，可能說，那個聯盟紅藍就去年2次改了之後，確實造成了一些中小團被合併了。但其實，有一些大團，他們也同時吸納了更多的這個新鮮的玩家，他們玩起來可能更有意思了。那我們肯定也不希望說所有的小團就只能被合併這一套。那我們今年肯定會把這個東西作為重點，然後着重去強調，那不被合併怎麼玩？
大概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思路。中小团不被合併，然後我們去圍繞着這個主題去做設計，能活下去，有辦法活下去。你打我，我不跟你打唄，我大不了跑嘛，对不对？我并不是说我脫離了你我就活不下去了，我的遊戲都得刪號，對不對？不是這樣的。對。行，我們還有下一頁 PPT 嗎？還是已經結束了？我們還有最後一個陽光普照。陽光普照。那我們把最後一個陽光普照給發了。发了。这个取个名字好难，这个玩家不要刷了，我看到了，你刷了太多遍了。工業玩法我們一直有加強和平衡，去年圍繞工業的平衡調整有無數個，大家抽獎啊抽獎。然後今年肯定這個抽嘛，每個人都有。對，普發。大家兌換啊，趕緊兌換，截圖兌換。這最後一頁。別刷了，真的別刷了。然後我們今年肯定還會持續去調整工業，然後也說一些數據啊，因為我們遊戲裡面不太好做這個東西，但是我們是完全可以說的。在吉他，稍微就是說老練一點的。不能用，這個也不能用嗎？回去看激活數據，如果沒人成功激活，就全伏法。對，是，反正不會虧的。不會虧大家的。有規劃的啊。無畏小航這剛才說過了，小航現在很弱啊。我們說過小航很弱，大家懂的啊。然後那個工業回到這裡不能打岔，吉他稍微老練一點的商人，合法的啊，不是說腳本外掛的。合法的這個正常遊戲類製造，比如說吃一些保險單，比如造技能芯片，會玩的玩家日入萬億，10個以上的人，不是日入太離譜了，月入萬億啊，這我只能說這麼多，還能怎麼辦呢？你不能說這個工業我怎麼加強，讓每個人都用更少材料造更多的工業嗎？不可能的，我們不可能說在一個版本內把一個材料的這個工業的材料給降低50%什麼的，不可能的。如果做這種事情，歷史上只有過一次，就是我們當時改了一個機庫，因為成本實在太高了，我們把它降了。然後我們對所有外網現存的我們做了什麼？因為它降的實在太多了嘛，你把人家8000塊的東西變成了4000塊，那怎麼辦？100%退還啊！所以我們一般是不會做這麼大的改動的啊，只會說小幅的、合理的、慢慢的去調整一個工業，讓它更循環的更加健康一些。啊，你要是覺得工業很難玩，那其實可以去吉他看看啊，你就看那些吉他大佬是怎麼賺錢的，真的太多了。我們其實運營經常會查說，哎，這個玩家藏寶閣交易有點不太對，然後一查，完全吉他收購、吉他製造佔這個差價月入萬億啊，真的是這樣。哇，這麼刷，突然間刷得這麼快。兌換碼那個東西我們回去再查一下。可能是好像是有兩個重複了。對，我們反正很奇怪，不知道為什麼會重複，回去我們查一下。大概率就是複製 PPT 的時候沒改唄。我應該會改的吧，有點蠢，顯得是有點蠢。有點合理，好吧？有可能，我操。然後元帥和忠誠者這些永久限購能放開嗎？待定，目前不會放開，這個是比較特殊的這個特別版艦船啊。我們現在驗證碼還有開嗎？還是已經暫停？驗證碼有開，沒有暫停，沒有暫停。那個今年看看吧，就如果真的，那個有需要的話，就要麼就優化，要麼就暫停，反正。暫停應該不一定，因為現在我看到有玩家過來跟我說是，私聊不是現在彈幕，他說那個驗證碼有人用，就腳本他們有比較先進的工具能夠跑過去，但是現在 AI 太強了，肯定是能跑過去的。對，那個大家都知道，那個谷歌的這個 AI 或者說那個國內的這些 AI 都是非常強的，啊，它的比真人還真人，你沒辦法說完全就擋住了。行唄，我們今天還有什麼話題？我們今天差不多到這兒，然後那個中獎的那些人，在後台私聊我們就是私聊這個官號，把你的這個賬號 ID 發給我們。最好一天啊！我們能登錄這個號的是吧？後面不能登錄，還是得讓其他同學去看一下。最好今天之內中獎的人就把自己的賬號 ID 發過來。對，太晚了我們就不對了哈，太晚就不對了。這個號我們沒有權限，主要是。我們定個時間唄，就是這周日吧，給大家2-3天的時間。就24小時內吧。24小時內可以。對，就明天晚上10點之前吧。對，明天晚上10點之前，然後大家把這個。角色 ID 私信發一下，然後呢，那幾個普發的這個激活碼我們回去查一下，我會把
我们一共有4個，我会把4個集中到一起发到这个微信群、QQ 群，其他都发一下。OK，你们互相传播一下，应该不会有问题。我们回头再查一下，后台再看一下是不是哪里设置出错了。然后，要不今天差不多就到这了，我们已经播了2個多小時了。對，我們起來祝大家新年快樂！新年快樂！新年快樂！來，其實嚴肅一點，起來。來給鞠躬，這都是看不到頭的，那只有鞠躬才能看到頭。我們先搞一個沒頭的姿勢，然後突然間不起來了。來，新年快樂！好，新年快樂！新年快樂，下班了。拜。回去如果還有什麼疑問的話，就直接微信群裡大家都有嘛，或者 QQ， 對，我們大家應該都知道。我們還是會看的，雖然我最近在微信群裡面不是特別活躍，因為有其他的活很多。對，我們是會看的，而且那個微信群裡面不只是我在，我們團隊有很多人都是臥底，所以即使我沒看到，其實有很多人都會看到的。好，新年快樂，拜拜，我們今天就播到這裡。再見。